好，进退有道，训练有素。如果操练区区10多万兵马，微臣也不能胜任，又岂能担当3军统帅之位？是啊，是啊，带的兵马越多呢，越显得将帅的本领。对了，以韩元帅你的能耐，应该带多少兵马？韩信点兵多多益善，即使100万大军也可应付自如。哦，啊，那以寡人来说，可以带多少兵马呢？10万，绝不可超过10万。既然汉王带兵远逊韩元帅，也就是韩元帅才能远胜汉王，要你屈居汉王之下，岂不是太委屈了？啊，那倒是。汉王、娘娘，韩信是兵之将，而汉王乃是将之将，韩信屈于汉王之下，实在是理所当然。何谓兵之将，又何谓将之将？兵之将是善于领兵的将才，而将之将是善于领将的首领，也就是汉王你。韩信虽然能领兵100万，也只是领兵之才，但是汉王却是领将之才，所以韩信这种将领也只能屈于汉王你之下。好，说得好。所谓各司己事，微臣既然担当统帅一职，自当恪尽己任，为汉王征战。所以，如何用兵、何时出战此等方略，交给微臣就行了。汉王实在不必再为此操心。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几十万盟军呢？我想只要一经韩元帅你亲自操练，一定会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铁甲雄狮。你说出兵伐楚啊？哎呀，是不需要再等1年那么久的。以寡人之见呢，只要再操练他3几个月呢，就必定会将楚军杀个片甲不留啊！如果汉王在军事上的见识与微臣是一样的，那微臣就枉做大元帅之位了。啊，是吧？娘娘亲自到访，莫非汉王有什么诏命下达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说来说去，还不是为了出兵攻打彭城的事。实不相瞒，日间汉王从教场回宫之后，就向哀家我大发脾气了。我也知道韩元帅你艰巨出兵，一定有你的原因。但是你一个因由也不说，汉王也不敢追问你，就来跟哀家发脾气喽，还逼哀家要设法游说韩元帅你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试问又怎么懂得那么多的军务大事呢？照这么看，真是难为娘娘你了。自从汉王斩白蛇起义开始，可以说是披荆斩棘，波折重重。有哪次哀家不是为汉王担惊受怕，寝食难安呢？我们是患难夫妻，试问哀家又怎么可以不替汉王分忧呢？我只是希望韩元帅你能明白哀家我的苦处。如果你能提早出兵的话，那就早一点喽。如果不能的话，也给个因由，也好让哀家跟汉王有个交代呀。娘娘放心，明晨一早，微臣就将决策送入宫中，保证汉王不再为难娘娘你。韩元帅你深明大义，哀家就此谢了。韩元帅刚刚命人送来书简。好，退下。是。后宫不得干政。娘娘，将此例律于汉王前朗读，表明后宫又置身朝政之外，则汉王无言以对，娘娘也烦恼尽去。韩信，你好大胆，竟敢叫哀家不得干政！给哀家传召陈平，
娘娘，彭越答应见你，不过要在大处属地阴虚，而且让你一个人前去。可以。还有娘娘，彭越与微臣交情甚浅，他又忠于项羽，娘娘以身犯险，万一有什么差错，微臣实在担当不起。一切后果由哀家承担。别来无恙了，刘夫人。自从贵姬一别，刘夫人已经贵为娘娘了。彭将军，你也别来无恙吧。刘夫人这次远道而来，一定是奉汉王之命，来向我们大楚投降吧？投降？是我大汉向你彭将军招降。不过这件事汉王全不知情。是哀家亲自来纳降才对。让我彭越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向一个女流之辈投降，天下间有没有更可笑的笑话？你可以当是笑话，不过当我60万大军兵临城下之时，我怕彭将军你倒是笑也笑不出来了。哼。就凭你一个女流之辈，就可以挥军直指彭城，让我彭越投降，有没有这么大的权利？你拿不拿得了主意啊？给我站住！如果哀家拿不了主意，哀家不会长途跋涉来到这里。而今天挑选你彭越来这里商议的，正是我吕雉一个人的主意。彭某就尽管听听你怎么说。我夫君汉王麾下60万大军，日内就会挥军直指彭城。哀家想彭将军你到时城门大开，向我军投降。霸王封我为上柱国，镇守楚国国都彭城，得霸王如此器重，我还有什么理由要背叛他？他器重你。当日项羽贵姬起义没多久，他已经与我夫君汉王结为兄弟，而他身边的女人也是我的金兰姐妹。项羽的为人，哀家比你清楚10倍。当日巨鹿之战，项羽破釜沉舟，你们这些诸侯就做壁上观，无人助战。到他战胜之后，你们就西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他只把你当成一只狗。如今项羽被众诸侯所弃，他就命你镇守彭城。他只不过把你当成一只看门狗。到他日另立良将，就会弃你如破驴，甚至于将你坑杀，正如当日他坑杀20万秦兵一样。彭将军，你只会落得惨淡收场。你不用再危言耸听了。贤臣择主而事，论文韬武略，项羽也远胜你刘邦。他日成就霸业，也必定是霸王。难道我有个霸主不跟从，反而要跟从一个不学无术的市井之徒？你说的很对。论才智，论英雄气概，我夫君刘邦的确比不上项羽。不过就因为如此，项羽他目空一切，人人皆在他之下。你扪心自问，你有哪一样比项羽强啊？你们跟着项羽，只会永远仰他鼻息，永无出头之日。可是你一旦出错，他就会将你宰杀，毫不留情。就是因为项羽他有过人之能啊，他绝对不会珍惜任何人才。不过相反，我们汉王才智是不高，但是他乐得有人相助。就拿陈平来说吧，他在家乡悼其嫂，而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。他们2个人在项羽的麾下都郁郁不得志，就是因为项羽从头到尾看不起他们。
但是他们一旦转向汉王之后，就立即受到器重。韩信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就是因为汉王气度宽宏，用人为才呀。娘娘敢保证，我投降之后，同样受到器重吗？正如彭将军你刚才所说，我吕雉只不过一介女流，尚且得汉王放权，言听计从。更何况以你彭将军雄才伟略，汉王又怎么会不加以器重呢？好，就当你所说的是真的。我一旦开城之后，汉王会有什么封赏？哀家待汉王答应你，你要什么，哀家都给你。口讲无凭。我吕雉的字迹，众人皆认得。如今哀家就以竹简为凭，他日汉王取得天下，而又背信弃义的话，你可以将这份竹简公诸于世。据闻大梁沃野千里，是个好地方。好，哀家就赐你大梁千里之地。哼。